是花絮。完美。Borneo Safari 的幸存者哪里有怕这一点点草，是不是？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阿豪。身后这一辆呢，就是马来西亚比较少见的一款 SUV 啊。讲到 SUV 呢，其实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市占率啊是非常的高的，但是多数都是都市型 SUV， 就是长得高肥肿，离地间隙比较高一点点。可是你要它真正去 off road， 就有一点点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但是我身后这一台又能越野，在都市使用又够舒服的 SUV， 没有错，就是来自 Subaru 的最新款 Forester。 Subaru Forester 已经来到了第6代了啦，我对第5代的 Forester 是非常的好评啊。之前有一段期间呢，也非常感谢 Subaru 借给我 Forester 第5代，用了一整个过年啊，非常的开心，开回甘蹦啊，每一个人都想要上那台车，因为它里面不管是它的 build quality， 还是它的 interior 的整个配色，还有它的整个质感都非常高级。那如果你现在给我做选择的话，有第6代跟第5代出现啊，第6代真的很香，不过在价钱方面是偏高一点点。那第6代的 Forester 跟第5代的 Forester 有什么不一样呢？第一个，引擎已经换掉了，从原本的2000cc Boxer engine 换成了2500cc 的 Boxer engine， 是一个大排量的4缸水平对卧引擎啊。可能有些人会在想，为什么不要用小 cc 配 Turbo， 又有力又省 Rotax 钱？其实马来西亚的 Rotax 啊，真的是一个错误的计算方式，还在用回以前的老方式来计算。我觉得 Rotax 要用马力来计算比较好。那这一台为什么它用2500cc 不用小 cc 搭载 Turbo 呢？等一下上路试驾的时候，我再跟你们讲2500cc 这种大排量的水平对卧引擎驾起来它的优势比起小排量赢在哪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辆车的外观啊。首先车头部分呢，它用了 Forester 原有的这种设计理念，再加以锐化。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车灯啊，尖尖的收尾，然后前面有一个这个平行的设计啊，看起来比起现在大部分市面上看的那些所有 SUV 来的更加有辨识度。好不好看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啦，我自己个人觉得这样子的design好看。然后这个车灯呢，不仅是好看而已，它还是一个全 LED 车头灯，包括转向式车头灯的功能也是有搭载在这台车上啊。当然第5代的 Forester 也是有啦，你在转 steering 的时候，车灯是会跟着转的。当你在夜间跑那种没有路灯的山路，你就可以体验到它的美妙了。我体验过，太香了。车头的 design 方面就很 SUV 啦，而且是一个比较硬汉型 SUV 的感觉。虽然讲不是那种时下流行的 Coupe Look SUV，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 design 我个人比较喜欢，而且它会同时增加车内空间。等一下我们去后座你就知道了啦。车身侧面可以看到这一台 SUV 它的车身尺寸哦，其实蛮大一下的，车身的离地间隙也是蛮高。因为你看到吗？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其实是要走一段非铺装路面啊，一个小 off road 这样才来得到的。对这台车来讲，根本就是轻而易举。等一下会有试驾画面，我们等一下再看。打开车门，我们可以看到，比起第5代，这个整个 interior 是全新设计过了啦。中控荧幕变大了，然后有非常高清的360的画面了。然后 material 方面还是一贯的 Subaru 作风，非常好的材质，质感摸起来手感全部都很好。然后椅子也很好坐，因为 Subaru 他们引以为傲的，除了他们的 Boxer engine， 还有 symmetrical all-wheel drive， 还有整个人在驾驶的过程中的人体工学，还有驾驶体验也是非常高分。等一下试驾就知道了。这种 boxy 的 SUV 啊，在后排的车顶高度都会偏高，好处就是当我们坐在车里面的时候呢，头顶空间超高啊，而且它的后排椅背倾斜角度坐起来，你看到吗？根本就是太舒服了。然后中间有一个比较高角度的 armrest， 手靠在上面，这个坐姿还算是很舒服。有后排冷气出风口，没有天窗。我觉得天窗这个东西其实还好罢了，不是特别的重要。你一年开天窗几次？我自己是没有开几次了。比起天窗那种 fancy 的功能，我觉
觉得一台好驾的车又有安全感的车才是重点。而且这辆车讲到安全感，它有8粒 airbag， 还有一粒在哪里？就是在 passenger side 的椅子那边。SUV 嘛，去旅行啦、冲浪啦、登山啦、骑脚车啦，甚至去 camping， 后厢空间就非常重要了。打开方式是用电磁阀点一下，它就有电动升起来的尾门。这个尾箱空间，目前这一个 segment 的 SUV 里面，我觉得最好用的尾箱空间应该就是这一台了。什么是好用？大才是好，对不对？那其实尾箱空间的这个容量不是越大越好，因为如果它是向上容量的话，你用不到上面的。那这台车它的空间是宽又深，你可以排很多东西进去，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这个尾门关起来过后呢，你觉得这个后面的 design 怎么样啊？其实我觉得一辆 SUV 就该长这个样子。如果它可以背一个书包更好。我自己其实对那种硬核型 SUV 是偏爱的，尤其是以前我小时候看到那种 Pajero、Toyota Prado 后面背一粒大亚，我就觉得真的是太帅了。虽然这辆 Forester 后面没有背一粒轮胎啦，不过这个车尾的 design 还是属于那种比较偏硬核型的 SUV 的设计。我觉得这个 design 我个人是可以接受，我很喜欢。那如果我们蹲下去看这台车的话呢，很多都市型 SUV 都在用 Torsion Beam。Torsion Beam 就是一个街用配置啦，你真正要拿去 off road 的话啦，最好还是 Multi-Link。那这一台 Forester 它的后面的这个 suspension 用的是 Double Wishbone Type R 用的这一种配置，在一台家庭式 SUV 上面，你用20出万就可以买到这样子的配置，真的是我觉得很划算了。马来西亚 SUV 市场啊，真的是百花齐放，你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样的 SUV 来到马来西亚争这一片蛋糕，但是真正有把 SUV 的这一份精神继续保留的品牌真的不多了。讲到 SUV， 你想到的是什么？可以走越野啦，可以带家人去踏青啊、camping 啦。这辆 Forester 真的很适合，除了第6代 Forester， 前几代 Forester 都很适合。那如果现在你要买第5代 Forester， 价钱更够力适合啊，只需要现在各大品牌卖着的差不多相同价钱，可是你可以买到一个 Fully CBU 整装进口的硬核硬汉型 SUV， 真的太划算了啦。这样讲到要试驾车啊，要体验 Subaru 的车，要找谁嘞？如果你是我的老观众，你从5年前就已经在看我的影片的话，你一定认识一个人。讲到他，Subaru 的 logo 就会自动跑出来，或者你看到 Subaru 的 logo， 他的脸就会自动跑出来。没有错，就是我们的阿杜哥。耶，就是我。阿杜哥呢，现在在 Johor Bahru Auto Image Subaru Brand 担任销售经理。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买到 Subaru 的任何一款车，包括现在马来西亚卖着的 Forester 第6代或者 Forester 第5代 WRX、BLJ、Outback 还有 XV 都可以找阿杜哥，还会有很好的这辆 Forester 呢，其实它也是有一点 Outback 跟 WRX 的基因在，包括 Low Gravity 的引擎 Symmetrical All-Wheel Drive 很好的坐姿。它用的这个 steering rack 是 WRX， 所以它在操控方面的话，它会上一代的还要领。所以整体你驾起来这辆车虽然是 SUV， 但是感觉是像 sedan 车。其实我驾过很多台 Subaru 的 SUV 啊，给我的感觉都是好像在驾 sedan， 所以我很喜欢那种感觉。相信一直在看我频道的朋友都知道，我个人对 sedan 是偏爱的。那如果有一天我要买 SUV 了啦，这样我又要有 sedan 驾驶体验的 SUV 啊 ，Subaru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现在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带大家把这辆车开去 off road， 然后顺便来看一下这辆车驾驶起来是怎样的一个体验。OK， 现在就是要来试驾这一台全新的 Subaru Forester 了。讲到试驾 Subaru Forester 呢，其实很多人呢对于试驾会有一点点排斥，就是每次他们想要去试驾一款新车的时候，会有点好像会麻烦到 Sales Advisor。我觉得其实啊，不管怎样啊，一定要 try， 一定要体验，因为它不是买菜的时候，你一定要来试驾才知道。我们买菜啊，都要去拿那个菜来看，哇，美吗？甚至我们买衣服啊，都要试穿一下嘛，是不是？车也一样的，车也一样，一定要去体验它、试驾它，尤其是 Subaru 的车，因为很多人啊没有 try 过 Subaru， 他们觉得 Subaru 的车啊 SUV 嘛，就是 SUV 咯。但是今天这个 SUV 它真的不是普通的 SUV， 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上路体验，不是普通的一个人 test drive， 我们还载满4个人体验一下它的动力表现，还有它的乘坐，还有驾驶体验。试一下踩大油啊，踩啊！ 2.5 很线性，它扭力很够用，247。虽然讲应该做小 CC 啦，为什么要做2.5？可是你牛都买了，那个神才800多块一年，没有理由你讲很贵吗？都买到200多千，还要 expect 90块的 Roadtech 呢？我觉得这个大 CC 怎样都好，它在这个机械结构上面，它可以爆发出来的那个动力啊，怎样都是比那种小 CC 用 Turbo Charge。对，它 Turbo 完了就是用你本身的马力，好像那种 Ativa 1000cc Turbo 的车啦，你上了高速它就是1000cc罢了，你可能
能在红绿灯起步的时候，你踩油，你觉得比1.5的车更快、更轻。可是哦，加注100的时候，你要超车的时候，你一脚油门下，那个时候它就是1000cc，大 cc 大排量，它的这个本身的机械结构就可以让你更有信心的，你在超车的时候，还是你已经上了高速，在高速的同时你又要超车，它那个优势就出来了。对，Subaru 它出名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整个底盘啊，很低的低重心底盘啊。这个低重心底盘哦，它不是因为用重量来让它的重心变低，它是本身的整个机械结构就是低重心，包括它的引擎，他们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他们的水平对卧引擎。这台是一个4缸的水平对卧引擎，2.5 L的排量，搭配的是一个 CVT 变速箱。可是很多人听到 CVT 很怕的，这个 CVT 会不会很脆弱啊？你要想这一个 CVT 跟这一套引擎啊，其实就是 Outback 那边照版，也可以讲它就是 WRX 没有 STI 版本的那一套。在 WRX 上面，它是一台轿跑都用 CVT， 在同一个品牌的一个结构的 CVT， 把它照搬来这边，同样的 2.5 引擎拿来这边用，只是没有那个 turbo 啦。所以我觉得你不用担心那个 CVT 会坏掉还是怎样，它没有你想象中的脆弱，而且它真的很顺。顺到我刚才在驾的时候，我觉得它的那个油门的那个线性的感觉是让这辆车变得好驾的一个加分点。很多人买车哦都会有一个观念啊，好驾就是你一脚油门下那个车会飞，很多人都会抱持着这一个观念，好驾等于车有力，其实错的嘞。我驾了那么多辆车，我自己也买了这样多辆车，我觉得真正好驾哦跟有力啦是相反的。当一辆车太有力的时候啦，它就不好驾了，你油门一下就哇很冲很冲很辛苦。这辆车它是有力，可是它不是那一种一下子推你的背爆冲给你觉得很晕的。因为 Subaru 他们主打强项呢，还有包括就是他们的越野性能 Symmetrical All-Wheel Drive 嘛，这一点真是太重要了，不能浪费它的这个越野性能。所以动力表现这一块，它取得的这个平衡点呢，又有动力，它的扭力也是大，所以你可以去 off road 的时候，你可以轻松把你的车带上山，或者进到一些泥泞沼泽的地方，也可以把你的车带出来。路洞啦、淹水啦、地陷下去啦，然后土崩啦之类的，这辆根本是盖2个眼睛。当然，我讲的是对比起同级竞争对手的那些都市型 SUV 啦，因为现在很多都市型 SUV 他们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好像可以去 camping 啦、越野啦，但是其实真正他们的实力，我觉得是没有比 Subaru 来的强。Subaru 是我自己亲身经历体验过，以前我对越野还没有什么概念的时候，还没有去参加过 Borneo Safari， 我就胆粗粗跟他借了一辆 Subaru XV 去油中巴里面乱跑。一乱跑了过后，我第一个就是感觉 Subaru 的车真的是太稳，可是我当时不知道，我不明白它到底是稳在哪里。直到我后来参加了 Borneo Safari， 认识了很多玩越野的朋友，我才知道一辆车它的4轮驱动系统要够好，才可以分配得到够好的抓地力给轮子。你的车在越野里面驾起来才会够稳，不是你的车有 4-wheel drive 有 all-wheel drive 就一定是稳的。Subaru 他们真的是在这一方面钻研到非常非常细腻，所以在越野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这辆车它驾起来给你的那个信心值啊是爆棚的。尤其是在我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是越野的时候，我就胆粗粗把那辆车驾进去。如果那时候我驾的不是 Subaru XV 啊，我驾的是随便一辆都市型 SUV， 即便它有 all-wheel drive 系统啊，我可能在山下了。现在我们走到的就是刚刚我讲的非铺装路面，看到吗 ？Model Y 都进来了。现在我们要去走一个比较够力一点点的啊，它马上就是一个路墩。假如你的车离地间隙不够高啊，一定卡到。可是这辆车你看，2个眼睛盖起来都可以驾过去啊。那现在我们走着的嘞是这个碎石路，它是一个全时四驱嘛，所以我不需要去 4H 啊 4 low， 不用的，它自己会分配那个力道。虽然讲它看起来很大量，可是它其实很灵活，好像我们过一个小桥这样也是完全没有问题。我想加快一点点，哇，你看它的动力。它是线性来的，2500cc 这个动力真是不是开玩笑。我试了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 SUV 啊，没有一辆够 Subaru 的这一辆 Forester 来。即便是上一代的 Forester 第5代，我也是有驾过来这里过。在这种被铺装路面上面，你根本就是随便它油那个，刺激啊，刺激！哇，太有力了这车，是爽哎！当那个速度上来的时候，你给它油门的时候，它那个马上又来的那个力啊，真的给你很有信心啊。现在用的轮胎啊，是一个街用轮胎来的，它都已经可以应付，真的是多亏于它有这个 Symmetrical All-Wheel Drive。当然，这一套 Symmetrical All-Wheel Drive 啊，不是第6代的 Forester 独享的功能呢，第5代的 Forester 也是有这个功能啊。如果那些想买便宜 Rotax 的，就可以买第5代的 Forester。而且不仅是 Rotax 比较便宜，还有一个东西很便宜，就是车价。折扣过后差不多是142
钱就可以驾到一辆全地形的越野型的 SUV， 不是都市型 SUV 啊，是越野级别的 SUV。14万多，现在其实马来西亚啊，你可以找到很多都市型 SUV 啦，就是不是这种硬核型 SUV。如果你要求的是好驾、安全感，然后稳定，肯定是苏巴路了。可是如果你要求的是 fancy 啦、超级大荧幕啦那种东西，苏巴路可能暂时还没有啦。现在有大一点荧幕，可是这个荧幕给我肯定是够用啦。虽然讲没有电子的这个仪表板，可是在我的之前几部影片我都讲过了，其实我更喜欢指针式仪表板，因为指针式仪表板它的那个指针在移动的时候的那个动作，我们是不需要用眼睛去看它的，我们在开车的时候用余光瞄一下就知道它大概是怎样。那讲回安全性的东西，360是比起之前的更加高清，而且还有这个后方的雷达显示啦。除此之外，在 reverse 的时候还有这个后方来车紧急刹停功能，前方有3颗镜头的 eyesight， 不仅是有车道偏离辅助，不仅是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一个就是在 Volkswagen 上面都有的 EDSS， 就是好像假如我开车突然间心脏病爆发晕掉，那这辆车在你启动 ACC 的情况下啦，它会先warning你3次了过后，它会帮你降个 brake， 然后它就把速度放慢，它会开双刹，然后到完全停止，再帮你打开所有车门。人家要施救的话会比较简单。如果你们想要买苏巴路的车，可以找我们的杜哥，我会把他的联络放在影片下方。那苏巴路 Forester 真的是一辆很好驾的车，不仅是苏巴路 Forester 罢了，包括他们的 XV 系列，包括他们的第5代的 Forester 都很好驾，你们一定要体验，感受这辆车的 material 整装日本进口。现在很多人以为我家 Vios 也是进口车，错了 ，Vios 是 Toyota， 它是日系品牌，但是在马来西亚组装，所以那个是马来西亚国产 Toyota。但是 Subaru 它没有在马来西亚设厂装 Forester， 它是从日本的安哥安弟们啊，还是一些专家们组装好这个车了，上船运来马来西亚，整装进口的 CBU 车，其实就好像 Recon 车，但是 Recon 车是日本人的二手车，这台是日本的新车。所以想要获取更多资讯，可以找我们的阿杜，联络方式我都已经放在影片下方了。想要试车找他，Johor Bahru 哪里都可以啦。价钱方面他会给你很够力的，跟他讲有看了这个影片过来应该会更够力一点。我觉得那个第5代的 Forester 价钱真的很吸引人，性价比会真的是很高。有兴趣的朋友们赶紧联系他。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最完美的一台车，可是有最适合自己的一台车。我是阿豪 ATH， 我是阿杜哥，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 ，Goodbye。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grip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hen we rap,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